蓉蓉，你不用跟着新娘吗？老大让我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，后面有他亲戚跟着。你赶紧吃点，不然都要被我吃完了。你还说要减肥呢，吃这么多。哎呀，吃喜酒嘛，不一样。昨天听到林先生的名字就觉得很耳熟，就说是盛远的，后来才想起来，原来林先生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外孙。你在盛远？我是营销部盛总的助理。邢杰。原来是邢杰的助理。哇，西瓜，你男朋友家这么厉害？可惜以前在总公司没有见过林先生，我刚到公司没多久，就听说林先生分配到下面的分公司去了，原来是去了苏州，还跟西光你一个公司呢。对了，西光，你怎么突然跑到苏州去了？苏州虽然发展很好，但是机遇毕竟不如上海啊。苏州很好啊，那边的公司是我家和盛远合资的，工作起来会自在一点。上海机遇是好，不过你说的那些机遇，我大概用不上。哦，对了，我家和盛家关系蛮熟的。蓉蓉，你在盛远工作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可以来找我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大学时候的情谊最难得了，我有帮忙的地方一定会帮的。吃饭吃饭，他们马上要来敬酒了。向群今天打扮的还挺帅啊。太拽了！你笑什么？我笑，有人借着纸老虎的皮，到处耀武扬威；我旁边真正的小老虎，却只敢伸出小猫爪子，还小心翼翼的怕台风里伤到人。这家酒店还挺好吃的，性价比很高哦，还有龙虾。西光，你今天早上从苏州赶过来的？没，我昨天太晚了，就没回苏州。啊？我听到了什么？昨天晚上你没回苏州？不会住在上海了吧？住哪里啊？林先生在上海，肯定有房子的。我的住处离西光的酒店很近，早上去接他很方便。啊，这样啊。你怎么也过来了？你不用陪着老大他们去那边敬酒吗？我看他们亲戚挺能喝的，大概用不上庄旭了吧？而且，庄旭的酒量好像也不太好吧？他现在比大学时候厉害多了，金融行业锻炼人啊。对了，昨天这小子才告诉我，他居然从华亚的信贷部转到投行部了。真的假的？华亚的普通部门已经很难进了，更不要提投行部了。庄旭，你也太厉害了。是啊，才毕业半年，你这跨越速度也太快了吧？运气比较好。你口风太紧了，这么大的好消息也不说。蓉蓉，你也不告诉我，太低调了。说运气就太谦虚了，你专业厉害又拼命，早晚会出头。哎，投行部薪资起码翻倍吧？听说年终奖就6位数，按你这速度，几年内年薪100万也不稀奇。这算什么？原来你跟西瓜是办公室恋情啊？那你是西瓜的上司，应该跟我们差不多专业吧？
MBA 吗？不是，我学医。什么？这差别也太大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做医生啊？哎呀，你问这么多干嘛呀？哎呀，西瓜，占有欲也太强了吧？问问都不可以啊？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？我就是奇怪，为什么学医的不当医生嘛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？你没见过全才啊？还是没见过这么自吹自擂的。没关系。哎，是鱼羹很好喝，你喝了没有啊？没有。谢谢。尝尝。谢谢大家赏脸。来了，都是兄弟，我就不一个个敬了。哎，你这什么呀？你这酒量我们又是不知道。哎，大家一起敬了嘛。新婚快乐！行行行，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抱歉。哦，没事。没事吧，西瓜？没事，没事。来，老大向群，新婚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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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刚刚酒杯没拿稳，我自罚3杯。You are the song in my life，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。我只能安静等待，等晨曦会不回来。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，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。我正在安静等待，我去个洗手间。等晨曦会不回来。去吧。早点回去吧。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还是原来的。我也是原来的。
记得把银行账号发给我。毕竟，弄脏了你的衣服。不用了。也是，还没恭喜你，门当户对。你也是，恭喜。聂旭光，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？三心二意，还是对我旧情难忘？昨天叶荣向我道歉，我很惊讶。我以为他一辈子都会假装没有发生过那件事，死不认错。不过既然他道歉了，我想起来，我还欠他一个答案。那时候他问我：“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？”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他：不喜欢。请你转告他，请他放心，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。不用告诉叶荣，但是我放心了。真可笑，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直接，说变就变。承诺？你在说我？我们之间什么时候谈得上承诺了？但是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一直喜欢你，直到你也喜欢我。等着我搞定你吧。我又不是铁石心肠，有人喜欢我，对我好，我会动心，会变心，这有什么稀奇？你说的对，又不是铁石心肠，会变心有什么稀奇？谁没变过？聂旭光，谢谢你让我迷途知返。繁华世界里，唯独少了你。热闹的餐厅，面对空的座椅，最靠近的关系，也会害怕远的距离。担心、关心，会不会变成打扰？开心、伤心，可谁会是你的依靠？陌生的地址，能否收到我祝福的讯号？多年以后，谁又会把谁忘掉？好多回忆辗转丢失，无法继续。你流浪的心，谁来关心？外面风好冷清。
管我，我马上就好。再给我1分钟。怎么恶不管法？你这么不争气。在这里表白，是在拉低我的档次。可是你哭成这样，我不趁虚而入，又对不起我的智商。叶希光，你告诉我，怎么办才好？ I was walking on the cloudy road, no direction, no place to go. Then you appeared and lit my way. 刚刚在宴会厅，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过来。我对自己说，马上要30岁了。 别像个小男生一样沉不住气，可我就是沉不住气了。我自己死心塌地，却希望他快点变心。叶希光，不要装傻。我没有装傻，我也才明白。 还来不及装。我去车里拿的，去换上。买了这么多漂亮裙子，不穿给大家看看。 多可惜！还好其他人都跑了，不然菜都被抢光了。我们也打算先走了。这么早啊？刚刚去外面帮他拿衣服，又在下雪了，晚了怕路上不好走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注意安全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希光，你们也这么早走啊？ 不是吧？你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啊！哎，这身也很好看。我们大小姐出门带的行头比我这新娘还多。她刚刚不慎弄脏了衣服才换的。
下午据说雪更大，到时候交通不便，我们就先走一步了。那你们怎么回去啊？喜光，你男朋友喝了酒不能开车吧？走出去打车，车会有人来开走。行，安全第一。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那我就不送了。你忙你的吧，回头我们去。走了，交给你了。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。对不起。聂曦光，你拒绝我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林玉森，我还没看上你，你没达到我的要求。”而不是这样，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不是的，不是没达到要求，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，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。我现在没法做到。其实，刚刚在酒店，我骗了你。我说不趁虚而入，对不起我的智商。事实上，那个时候对你表白，才对不起我的智商。对不起，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。但是，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，没法计算的。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，真是新鲜。我知道你会拒绝我，但是这么快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，无颜见江东父老。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，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，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。好吧，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。那么就先谈到这里，我们回苏州再说。肿瘤，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。哦。我不回苏州了，我想回趟无锡。那个反正还有1天半的假期嘛，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，而且我还想和妈妈。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？好了，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就好了。聂曦光，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？
事了。明明没有接受，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，那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。不过我这样，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？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，还不许我追你。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，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？叶希光，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，为什么对我没信心？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？你这样一个女孩子，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，都不忍心说出来，心软成这样，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？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。我只是在追求你，又不是谈商业合作，还要谈投资回报率。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？我在追你，希望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。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让你跳。妈，雨森在忙什么呢？在不认真的帮师兄看论文，给一些意见。不认真？注意力难以集中。我儿子我最了解了，从来都是专注力一流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不好的事情。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。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啦？妈，好，我不问了。打电话是想跟你说，我跟你洛说啊，2月初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，所以今年你就不用千里迢迢来瑞士过年了。那太好了。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，你就再没有回来过。不过我不打算回上海，上海那边你也就别提起了。我知道了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西瓜，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呀？昨天熬夜了？啊，没有啊。可能是太冷了吧。是啊，昨天半夜又下了雪，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。同志们，来，拿上你们的武器。来，昨晚又下了一场雪，不把道路清出来，没办法工作，还有安全隐患。按照往年惯例，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，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。大家辛苦了。好，拿好工具，准备出发。好。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，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。张总，林总，你们已经上来了。我来得早，把林总拉上来了。你们也开始吧，但是张总您，小王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年纪大了？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，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。这倒是，
刚刚张总传授了我不少技巧呢。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！好，大家开始干活吧，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。好。那行。西瓜，还是从这儿开始吧。哎，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，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，积不起雪啊？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，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，不然结冰了，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。哦，懂了。哎，大家轻一点，别擦到板面，造成磨损。好。光伏板没擦伤吧？擦伤不会要赔钱吧？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。没有，谢谢老板关心。我也没事。分工吧，你们扫净的，够不到的留着我来。好。西瓜，你也太麻利了，这么快有鬼在追吗？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多穿点，不要只要风度，不要温度。啊，给我吧，辛苦了。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，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。哎，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，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。年会的方案我看了，改一下流程，少一些严肃的讲话，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。好的，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。今年的大环境不好，很多同行都倒闭了，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？和去年保持一致吧。另外，除了实物奖品外，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，比如带薪假期1周之类的。这个可以用，这个好啊，那大家肯定喜欢啊。实物奖品要采购起来了，一姐想店负责吧，比照去年就行。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，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，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，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？哎，多拍点照片回来。好。另外还有件事，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。我就说完那家不好吃，现在吃拉肚子。定改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散会吧。林总，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。你看，这个方案我们还要调整吗？预算刚刚好，不用调整。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。好的。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。我们的场地比较新，配合度也高。新就是名气不够。我们年会也是要讲讲排场的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，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，嘴都要说干了。
但是你说的特别好，那是，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。好累啊，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。谢谢。啊。哦，谢谢。这个还蛮好喝的。西瓜。怎么啦？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，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，跟他闹矛盾了？没有。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，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？还有，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，林总恰巧进来，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？这么一想，扫雪那次也很可疑。你动作这么麻溜，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？嗯？你干嘛？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。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，松鼠桂鱼和鸡头米。你别试图转移话题，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，不会是？小聂啊，晚上请我吃饭吧，我要跟你爆料，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，我要告状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了他这么多忙，现在找他帮个忙，他居然挂我电话。他不仁，休怪我无义。小聂，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目，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，你懂的吧？当然，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。还有什么？哦，一起吃饭，这些都是他干的，你肯定都知道。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不用多说。不过方师兄，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？哎呦，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，有长进，不错。我呢，纯粹是无聊。他现在这副样子，是在丢我师门的脸，你懂的。他都跟你说了？哎，他这个人闷骚得很。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，没办法，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。哦，现在的这个情况，用得着说吗？打电话给他，才提到你的名字，一个字“忙”就挂了。这明显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呀！还真有江东父老啊！小聂，我师弟你都看不上，这眼光得多高啊！那福利也是要缴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，不可以不劳而获。什么福利，什么保险金？小聂，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？这深奥的感觉，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。哎，师兄，吃鱼。想用鱼堵住我的嘴，我还真是饿了。啊，吃了2碗，终于吃饱了。那今天我值夜班，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。我发信息给师弟了，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。方师兄，
你这也太明显了吧？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外科医生呢，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，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，习惯一下。看见没？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，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。如今虽然老了点，但也不减当年风骚，有没有？哎，小念，你想啊，要是把他拿下，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，这多么带感啊！激不激动？爽不爽快？师兄，你别吓他了。我还没吃饭，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？今天小聂请客，他没意见，真没意见。哎，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，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。要不你再点些菜吧，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。哪有？你也再吃一点。买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。我来吧。我来。我来吧。之前跟你闹着玩，现在都摆明车马，难道还能让你买单？这边车不能开过来，要走一段路。嗯。他今天来找你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他说的那些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他说，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。啊。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。真是这样？是啊，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，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。都那么直接过了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以前的我。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。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？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，会不会一拍即合？那大概也很好。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
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，这话好像有点过分。他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？那个，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？他有篇论文，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，让我看看，给点意见。他明知道你，还叫你做这些，早知道不请他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直面手残的人生啊，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，难道矫情一辈子？其实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吓到了。哦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这才几天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希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。如果给你造成困扰，我很抱歉。这句话好耳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我说什么了？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，真爱哭。不要道歉，不要因为这个道歉。好，我不道歉。我只是看你躲得很辛苦。我以后不这样说了，我保证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累，我配合让你躲，也很辛苦啊。你配合我？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、闪避拉满吗？不然呢？天天想办法跑厂区和外务，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，所以你也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不会了。真的？那今晚陪我加班。啊？你认真的？当然。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？有个问题，想征求下股东意见。你别乱口毛躁，我才不是！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这么警惕了？全靠林总教诲。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我来看。
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，我们现在在这里。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，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，方便厂区员工用餐。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，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，我们脚站的地方，一直到头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这么突然问我，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。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。生硬？是啊，行政区、宿舍区有草坪，有很多绿植，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。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，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，用光伏发电。下面草坪、绿植，摆些桌椅，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，晴天可以遮阳，阴天敞开免得遮光，下雨天全封闭挡雨，还可以建个小房子卖下饮料甜品，大家肯定很喜欢。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厂区却没有，也可以安排一下呀，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。非常好。我也觉得，那就这样，本股东拍板决定了，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。嗯，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，还是明天再说？这么晚了，当然明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听股东的话，立刻落实的意思。小聂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。你就完全不管啦？怎么会？我负责签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好像在给我打工，又好像是我老板。他好像在追我。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。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。丁总。小聂也是吧？嗯。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，关于B2空地的事情，要建一个光伏小花园。对，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。行。小婉。哎。我们和管理部的小聂一块开个会。哎，对了，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，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。好。所有关于 B2的资料都在这儿了，一共是1亩2的土地。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？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，想法还不成熟，想和各位讨论一下。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，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。厂区绿化过于少了，就想增加一点绿化。哎，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？主体建筑要有的，不过不用太大，占地面积200多平方，可以建2层。这个倒是不难。小婉，做一下记录，联系设计公司，让他们出几个图，连预算一起。好的。丁总，华总，坐。哎，刚才电话里和您说了，林总也和您打过招呼了吗？说了。我就一个问题啊，是要做 BIPV 还是 BAPV？ 哦，那就是 BAPV 嘛。
建造一个独立的屋顶光伏系统，对吧？那叫我来干什么？这太简单了，大哥啊，你跟他们对接一下。好。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！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，就是黏在椅子上埋头苦读，这什么啊？你也不是很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太好了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。姐妹，你可以诋毁你自己，不要拖我下水啊！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，也没听过啊。我还了解得很肤浅，但是大致来说呢 ，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，比较独立，就像我们楼顶那样。BIPV 呢，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，在建造的时候就一起设计，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集成到屋顶啊、幕墙啊、遮阳棚等部位，和建筑融为一体，更加节能和美观。当然，建造难度也更大。哦，这样啊。做了才知道，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，采购部、技术部、工程部、财务部，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，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。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。英姐，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？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是的，人是有很多面的，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。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我想要，那个我也想要，不愧是我们选的东西都那么实用。这些我都无所谓，我只想抽到带薪休假。这个谁不想要啊？哎，志群，啊，一会儿3点，张总、林总和采购部有个会议，你来做一下会议记录。啊，主管，我下午要去厂区的，不确定几点回来啊。主管，啊，我去吧。行，那你也可以。你想说什么？不躲着林总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躲过？你有官方承认吗？受客观因素影响，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。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，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供应商名单。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，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。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，我们最推荐的是这2家厂家，奇彩玻璃和明岩玻璃。价格角度而言呢，奇彩比明岩高出5%左右。不过奇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，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，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，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。奇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，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。正有此意，我是打算去一趟。我和奇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，这次我也飞一趟吧，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。王琪，你和我一起去。不知道是几号去啊？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，之前张总让我参加，我怕时间上有冲突。哎，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，不知道是谁做的？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，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鑫总。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。不过王琦提醒我了，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，也可以就我们3个去，你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。好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。好。小聂，等一下。
小聂，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。因为你前科有点多。的确，不过这次不是，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。为难什么？方式方法，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。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，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，对你不公平。你考虑的有点多。事情如此，当然要考虑周全。不过也有办法，小聂，你不要微服私访了，怎么样？这样风言风语，多半就冲着我来了，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林总，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。出差的事情，你先自己考虑一下。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希光，你要跟林总出差，就2个人，天哪，我就知道是有情况。叶希光，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，我就要跟你绝交了。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。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勇敢的去追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连被人追求都这么扭扭捏捏。林雨森说的没错，他追我，并不是我的负担。就算现在我还没完全放下，也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。我曾经那么勇敢的追求过一个人。为什么不能同样勇敢的被一个人追求？那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有呀，关系就是你猜对了，他是在追我，真的。很认真。很认真的那种。回消息，不礼貌。难道睡了？喂，刚刚在洗澡。请问聂小姐，加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加油？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。啊，发错了吧？
发错了，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。怎么会呢？那真令人失望。那如果没发错呢？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是想告诉我，虽然革命尚未成功，我仍需努力，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。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。那方向正确吗？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一件事，我想去出差，我想去溜达，不是，去见识一下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。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，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请不要束手束脚。当然，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，那你也扭错了。说明我没有做好。对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，希光，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，你要小心，那我就飞快的跑路。这样，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。那没有，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要睡了。林总晚安。怎么啦，林总？还有事？有。小聂，订票。我居然色令智昏，做出了如此轻率的决定。七彩玻璃竟然在广州，要搭飞机。小聂，到你了。来了。我有点恐飞。去年呢，我们厂升级了光伏玻璃生产线，
并且优化了生产技术，而且呢，新增了新的纳米涂层设备，用于制造和生产我们厂自行研发的自洁玻璃。这边右边呢，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产厂房。刚刚听陈总说，双远扩建了生产线。是的，27厂区预计年后完工，上半年投产。这个时候逆风操作，我得叫你一声兄弟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哪里比不上吴总埋头苦练内功，在下一轮浪潮里，奇才必定独占鳌头了。嘿，我係小打小鬧，不值一提啦。这次林總能夠親自來，我很驚喜啊！先一看，哇，邊度來個良宅，總有幾分民俗。想起來了，之前啊，在上海跟朋友喝茶的時候就有見過面呢。3年前了，那個時候萬萬沒想到和吳總還有這樣的緣分。誰說不是啊？我記得你之前係醫生來㗎嘛，怎麼突然搞光伏啊？盛遠對雙遠可不上心啊，下面的人更是……怎麼，有人得罪過吳總？就是你們之前那個採購部部長啊，撥款就算了，而且借口說我們品控不行，這不是敗壞我們名聲嗎？莫總，對，就是姓莫，對嗎？他在你們公司口碑也不怎麼樣。之前有条件比较好的宿舍被莫总的经济插队抢走了，林总知道后费了好大的劲才帮我们要回来。之后莫总就一直……哎，難不成他還敢給你臉色看？不提了。大家族就是那個人盤根錯節。哎，他現在不負責採購這塊嗎？去年底盛源總部內審，他被查出來在總部任上有經濟問題，後來連帶查到他在雙遠任上也不乾淨，所以只是沒想到他還得罪過吳總，我一定要把這事反映給外公。哎呀，咁大個好消息！你怎麼不一見面就告訴我啦？不用反映給盛老爺知啦，小意思。我不是小氣的，我只問一句，他進去沒有？差不多。阿盛啊，你一來就給我出了口陳年惡氣。我這個人啊，最相信風水玄學，我倆的八字相合，回頭啊，大家都高樓高樓啊。求之不得，我才入行，正要向武哥多多學習。肯定的啦。咱們真正是上下游一家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其實，我對姓莫的不滿，也不完全是因為私人恩怨，最主要是他跟我們這邊斷了，轉頭就採購高價日本產品。事實上這幾年國內光伏玻璃品質完全追上來了，與其崇洋媚外，實在是沒必要啊。的確。光伏產業上下游完全國產化只是時間問題。冇錯。哎，說了這麼半天都沒有聯繫方式，來，都加個微信啊。走，我們接着看。哎，妒忌報警了，今天在我們廠的貴賓廳用晚飯預盒，就在前面啦。林總，別嫌棄啊，我們自己家的滷味和叉燒。做的比外面大飯店還要正宗哎！那我們先體驗一下奇彩貴賓廳的品控如何了。哦，對了，西北那邊有好幾個電站項目，馬上就要招標了。阿盛啊，你有咩打算啊？以前接觸的都是他們公司高層，還是第一次見吳總本人。原以為只是借着愛樂集團庇佑的二代。沒想到對業務這麼了解。粵商是這樣，低調務實。哎，那今天談的條件？價格上再壓一壓。行，那我唱白臉，林總你唱紅臉。那個，你們都下載那個微信了嗎？下了。
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，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。我前阵子才下，用的不多。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。肯定的呀，免费的多香。那到酒店有 WiFi 了，我也下一个。上个月英姐让我下，我没有下载。林总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，害得我严重了。我的错，失职了。大家把身份证给我吧，我去办入住。好。给我吧，谢谢。林总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，小聂毕竟是……没事。我在网上订房的时候找了优惠套餐，可以免费享用行政酒廊，而且每个房间还赠送一个 SPA， 晚上11点结束。大家现在去还来得及。小聂做事啊，真是周到体贴。订酒店之前还特意问我酒店偏好，我说什么偏好都没有，我们住一间吧，你看着办。都是同事教的。走吧，在这边。你好 ，SPA 有空位吗？好，我半小时之后过去。有2个空位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戏下的太多。小聂，你要不要问问林总那边？他们男人多半不做 SPA， 正好咱俩一起去。好呀。也是。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？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，不用的话就他和我去。稍等，王鑫，那个 SPA 你去一下，别浪费了。男的还做这个？当然可以。王鑫特别想去。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。那好吧。做不了 SPA， 那就出去逛逛吧。不过我吃撑了，就去买点东西，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。几点？现在。那个，我出去买个东西。哦，好。你居然还换装？你不是让我加油吗？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？这叫发挥自身优势。我懂了，一表人才。我讲，你要去买什么？我要去买个新手机，旧的内存不够。走。走。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，颜色有这2种。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。好用吗？可以，反应速度很快。你可以拿个粉色的，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。什么颜色无所谓的，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，所以那就粉色的吧。好。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的。好的。正好还剩下1台现货，价格一共是2498。请问哪位？哦，我。好。那需要拆开吗？我们可以帮你装机。好呀，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，还有微信。哎，小姐。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，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
等一下，我只需要复制通讯录就好，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。好。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，来加个好友。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一直盯着。你下载了新软件，我当然要第一个申请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啊。申请通过，我的好友。